话中文 Simply Natural Chinese.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大白话中文，我是甜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阿姐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压力好大，怎么了？期末考试还没结束吗？考试倒是快考完了，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烦恼。什么烦恼？暑假快到了嘛，我想找个实习，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哦，找实习啊，这个我太有感触了。你当年找实习也很难吗？不是一般的难，简直是一段血泪史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我好提前做准备。行，那我们今天就聊聊面试这个话题，从投简历到面试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太好了，先说简历吧，我连简历都还没写呢。你现在大二，之前有没有做过什么兼职或者参加过什么活动？兼职倒是做过，我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打过工，还在学校的社团当过副社长。这些都可以写进去。很多同学觉得自己没什么经验，简历空空的，其实你仔细想想，能写的东西还是不少的。可是奶茶店打工这个写上去会不会太普通了？不会，你不要小看这些经历，关键是你怎么写。比如你在奶茶店，你可以写负责客户服务，在高峰时段独立完成点单和制作。哇，这么一包装听起来好专业。对，简历就是要把你做过的事情用更专业的方式表达出来，但是注意不要太夸张，不然面试的时候问你细节，你答不上来就尴尬了。明白，就是适当美化，但不能编故事。没错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你的简历不要超过1页。1页？那也太少了吧？对于实习生来说，1页就够了。HR 每天要看几百份简历，没有时间慢慢看。你的简历如果太长，人家可能直接跳过。好吧，那我得好好精简一下。对了，我看网上有人说要海投，就是到处投简历越多越好，你觉得呢？海投嘛，怎么说呢？有好处也有坏处。好处是机会多，坏处是你可能投了100家，结果每一家的简历都一样，没有针对性。那应该怎么做？最好的方法是你先挑几个特别想去的公司，把简历改一改，突出跟那个岗位相关的经验，剩下的再海投。就是说，重点公司用定制版，其他的用通用版。对，这样效率最高。那投完简历之后呢？我看有的公司投了好几天了，一点回复都没有。这太正常了。投简历这件事最痛苦的就是等，你投出去，然后就是已读不回。已读不回也太难受了，就像发消息给喜欢的人，人家不理你一样。哈哈，差不多。不过你别灰心，很多大公司的流程很慢，有时候1、2个星期才回复也很正常。那如果一直不回呢？那大概率就是没过。不过没关系，继续投别的就行了。找工作这种事，被拒绝是常态，收到面试通知才是惊喜。好吧，那我做好心理准备。说到面试，我最怕的就是面试了。你怕什么？我怕紧张啊！我这个人平时跟朋友聊天，嘴巴停不下来，但是一到正式场合，脑子就一片空白。这个太正常了，几乎每个人第一次面试都会紧张。我记得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，面试官让我做自我介绍，我准备了一大段，结果坐下来，脑子里什么都没了。那你怎么办的？我就硬着头皮说了一句：“你好，我叫阿杰，我是来面试的。”然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那场面也太尴尬了吧？对，当时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让我钻进去。那后来你是怎么克服紧张的？多面几次就好了。说真的，
面试这个东西跟考试一样，练多了就不怕了。可是我连第一次都还没开始呢，怎么练？你可以先自己对着镜子练，把自我介绍背熟，然后找朋友帮你模拟面试。模拟面试。对，就是让朋友当面试官问你问题，你来回答。这样练几次，真正面试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慌了。这个方法好，我回去就找室友练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面试之前深呼吸几次，告诉自己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没过，又不会怎么样。说的轻松，做起来难啊。不过我试试。对了，你知道面试一般会问什么问题吗？自我介绍肯定有吧？对，自我介绍基本上是必问的。除了这个，还有几个经典问题，比如呢？比如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？你觉得你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？你遇到过什么困难？你是怎么解决的？啊，这些问题听着简单，但是真的很难回答。你说优点还好，缺点怎么说啊？总不能说我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缺点吧？还真有人这么说过。说缺点的时候要说一个真实的缺点，但是要加上你正在怎么改进。比如，比如你可以说，我有时候会太在意细节，导致效率不够高。但我现在在学习怎么分清轻重缓急。哦，就是把缺点说的不那么致命，同时表现出你在进步。没错，这就是面试的套路。那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这个问题呢？这个问题千万不要说因为你们工资高，或者因为你们离我家近。哈哈，但这不是大实话吗？大实话归大实话，但是面试不是说大实话的地方。你要说一些跟公司文化、发展方向相关的东西。比如我很认同贵公司的理念之类的。对，但是你要说的具体一点。你面试之前一定要去了解这个公司，看看他们的官网、公众号，了解他们最近在做什么。然后面试的时候提到这些，这样显得你是真的关注这个公司，而不是随便投的。对，面试官一听就知道你有没有做功课。好，这个我记住了。还有没有什么奇葩的问题？我听说有些面试官会问很奇怪的问题。哦，奇葩问题可太多了。我之前面试一家公司，面试官问我，如果你是一种动物，你觉得你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在面试还是在玩脑筋急转弯？我当时也懵了，后来想了想，就说我觉得我像一只蚂蚁，因为蚂蚁很勤劳，而且善于团队合作。这个回答挺机智的。那面试官什么反应？他笑了一下，然后继续问下一个问题。说实话，这种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面试官就是想看你的反应能力。那如果我说我觉得我像一只猫，因为我很独立呢？也可以啊，关键是你能自圆其说就行。那我要是说我像一只树懒呢？那你就等着被刷吧。好吧，好吧。对了，我还听说有一种叫群面的，是几个人一起面试吗？对，群面就是好几个人同时面试，大家围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，面试官在旁边观察。那岂不是要抢着说话？很多人确实会抢话，但是这样反而不好。群面里最重要的不是谁说的多，而是谁说的有质量。那具体怎么表现比较好？首先，你要认真听别人说什么，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提出自己的观点，最好能在别人的基础上补充。如果你能做总结，就更加分了。就是说，要展现团队合作的能力，不是一个人唱独角戏。对，群面考的就是你在团队里是什么角色。你可以是领导者，也可以是补充者、协调者，但千万别做那个一声不吭的人。明白了。那视频面试呢？现在是不是很多公司都用视频面试了？对，特别是第一轮面试，很多公司会用视频面试。视频面试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
首先，你的背景不要太乱，不要让面试官看到你背后堆满了衣服和零食。那我得先收拾一下宿舍了。其次，网络一定要好。你想想，面试官问你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你正要回答，突然卡了，那多影响发挥。太真实了，我们宿舍的 WiFi 确实不太稳。还有一点，视频面试也要注意穿着，不能因为在家就穿睡衣，至少上半身要穿得正式一点。上半身正式，下半身随意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万一你中途要站起来呢？哈哈，好吧，那我还是全身都穿好。说到穿着，面试到底应该穿什么？我又不是去银行面试，需要穿西装吗？这个要看你面试什么类型的公司。如果是互联网公司或者创业公司，一般不需要穿得太正式，干净整洁就好。但如果是金融、法律这种行业，最好穿的职业一点。那我找的是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实习，穿什么比较好？你穿个干净的衬衫或者 T 恤，配个牛仔裤或者休闲裤就可以了。这么简单？实习面试不用太正式，但是有一点，鞋子不要穿拖鞋，头发不要太乱，指甲剪干净，这些细节面试官都会注意。好的，好的，注意细节。那面试的时候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有几个大忌：第一，不要迟到。这个我知道，提前10到15分钟到。对。第二，不要说前一份工作或者前一个老板的坏话。我还没工作过呢，没有老板可以说坏话。那你以后记住就行。第三，不要在面试快结束的时候问工资。啊？那工资这么重要的事情不问吗？不是不能问，但是不要在第一轮面试就急着问。一般来说，面试官会在合适的时候主动跟你谈薪资。如果到了最后一轮都没提，你再问也不迟。那面试结束前，面试官一般会说什么？一般会问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吗？这个时候我该问什么？你可以问一些跟工作内容相关的问题，比如这个实习岗位平时主要做什么，团队有多少人，有没有学习和成长的机会。那如果面试官说回去等通知呢？哈，这句话是面试界最经典的一句了。什么意思？表面上是让你回去等，但实际上嘛，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比较委婉的拒绝。这么残忍的吗？也不是100%，有的公司确实是要走流程，真的会通知你。但如果过了1、2个星期还没消息，那基本上就是没过了。那我要不要主动打电话去问？可以等3到5个工作日，然后发一封礼貌的邮件去问一下进展。不要打电话，打电话会显得太急了。好，我记住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万一我面试的时候真的紧张到说不出话怎么办？你可以跟面试官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紧张。这样说不会显得很不专业吗？不会，大部分面试官都能理解，特别是你是实习生，他们对你的期望没有那么高，而且坦诚的说出来，反而比你在那里支支吾吾半天要好。也对，阿杰，你现在面试还会紧张吗？说实话，还是会有一点，但是跟以前比好多了。而且我发现，适当的紧张其实是好事，说明你重视这件事。这么一说，我就放心多了。那你觉得实习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工资吗？工资当然重要，但是对于第一份实习来说，学到东西比工资更重要。可是没有钱怎么活啊？我知道实习工资一般都不高，但是你想，实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让你在毕业之前积累一些工作经验，看看自己喜欢做什么，适合做什么。就是说，实习不只是打工赚钱，更像是一次试错的机会。没错，我第一份实习的工资很低，
但是我在那里学会了怎么跟同事合作，怎么写方案，怎么开会，这些在学校里学不到。那你是怎么找到第一份实习的？内推内推是什么？就是公司内部的人帮你推荐，比如你认识的学长学姐在某个公司工作，他们可以把你的简历直接推荐给 HR，这样成功率是不是比自己投简历高？高很多。因为有人推荐，HR 至少会认真看你的简历，不会直接略过。那我得赶紧去问问学长学姐有没有机会。对，这个时候人脉很重要，你可以在学校的群里问一问，或者在社交平台上找一找。说到社交平台，我看很多人在小红书上分享面经。面经确实可以参考，但是不要完全照搬。每个公司的面试风格不一样，每个面试官关注的点也不同。那面经有什么用呢？面经可以帮你了解这个公司大概会问什么类型的问题，让你心里有个底。但是你的回答一定要是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想法。明白了，面经是参考，不是答案。对，还有一个建议，你每次面试完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都要做一个复盘。复盘就是回头想想哪里做得好，哪里做得不好。对，比如今天这个问题我答得不好，下次碰到类似的怎么回答？这样每次面试你都在进步。这个方法好，把面试当成一种学习。没错，其实面试这件事说白了就是两个人在聊天，只不过一个是来问问题的，一个是来回答问题的。你不要把面试官想得太可怕。可是有些面试官就是很凶啊，我听说有一种叫压力面试的。压力面试确实有，面试官会故意给你压力，比如不断质疑你的回答，或者态度很冷淡，那是要考验什么？考验你的抗压能力。面试官想看你在压力下能不能保持冷静，能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。那如果我遇到了怎么办？不会真的哭出来吧？千万不要哭，你要告诉自己，这只是面试的一种形式，面试官不是真的在针对你。保持冷静，该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。好吧，我先给自己打个预防针。其实大部分实习面试不会用压力面试，你不用太担心。那就好。阿杰，你面试这么多次，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？有，我记得有一次面试，面试官问完我问题之后，突然说：“你刚才的回答我完全不同意。”啊？那你怎么办的？我当时心里一紧，但是我没有急着反驳，也没有马上改口。我想了几秒钟，然后说：“我理解您的看法，但是我是基于某某经历才有这个想法的。不过我也很想听听您的角度。”这个回答好圆滑啊！不是圆滑，是尊重对方的同时坚持自己。面试官后来告诉我，他就是故意考验我会不会一听到反对意见就慌。原来面试里到处都是套路。也不全是套路，但你确实要有心理准备。面试官可能会从各种角度试探你。我现在觉得面试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，说到底就是展示真实的自己，对吧？对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要为了迎合面试官而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，因为就算你靠演技过了面试，进去以后也会很累。有道理。如果一个公司不喜欢真实的我，那也不适合我。没错，面试是双向选择，公司在选你，你也在选公司。说得好。那最后你再给我总结一下，面试前我需要做哪些准备？第一，简历要写好，一页纸，突出重点。第二，提前了解面试公司，不要一问三不知。第三，准备好自我介绍和常见问题的回答。第四，穿着整洁得体。第五，心态放轻松，紧张是正常的。行，我今晚就开始写简历。加油！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。谢谢阿姐。对了，如果我面试过了，请你吃饭怎么样？
那你可得好好准备，我等着吃饭呢。好，那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大白话中文。大家如果有面试的经历或者技巧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我们每期都有新话题。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见！祝大家面试都能一次通过，拿到心仪的 offer。